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an 杨秀慧。那在上一条影片呢，我和大家分析过，想要创业应该怎么样选择商品来售卖。那选择好商品之后，又应该在哪里销售呢？那在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我将会以过来人的身份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呢在 Shopee 和 Lazada 这类型的电商平台呢来创业，究竟有什么优点还有缺点？还有4大死因。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记得帮我点赞、订阅还有分享哦。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正题吧。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一开始创业呢，就选择使用淘宝啦、天猫啦、Shopee 啦、Lazada 这类型第三方市集型电商平台来进行销售呢？那是因为呢，最后你只会白忙一场。这一类型的电商平台呢，只会让你创业更容易失败，而且更难达到这个财务自由的目标。如果大家是第一次看我的这个影片的话，我在这里大概呢和大家讲解一下。其实呢，做网购呢主要分为2大类型。第一类型呢就是有自家的网店。第二类型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种第三方市集类型的这个电商平台，例如天猫啦、淘宝啦、Lazada 还有 Shopee 等等。那作为一个呢曾经在 Shopee 还有 Lazada 都开过商店的这个用户来说呢，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呢在一开始创业就在这一类型的第三方市集类型的平台呢做这个销售的。那之前呢，我曾经和大家提过，其实呢 VY Beauty Store 并不是我开的第一家店。那在之前呢，很多年前，其实呢我已经在这些电商平台呢开过商店呢，来售卖这个首饰啦还有服装等等的。那在这些平台呢开店的经验告诉我一件事，如果你还没有一定的客源，千万不要在这些平台开店。首先先建立自己的网店，找到一定的客源会比较稳妥。那接下来呢，我将会和大家解释一下在这类型的电商平台开店的4大死因。没错，真的有不少人呢在 Shopee 和 Lazada 这一类型的电商平台呢是赚到一点外快，或者是做到一定程度的规模。但是慢慢呢，这些上了轨道的商家呢就会发现一件事，在这类型的电商平台销售呢根本无法达到这个财务自由的目标。而且呢，还每天每夜都在担心会不会突然间被扣分，或者是突然间被关掉他们的商店的。那首先呢，价格战会令你的生意呢缺乏可持续性。当你的商品呢放在这类型的电商平台销售呢，就免不了呢会被同类型的产品呢放在一起竞争。那就像如果我搜寻这个耳机，只要我一打这个关键字呢，就会马上跳出很多同类型的商品。那结果是怎样呢？如果你的商品的单价过低，只要生意不好，或者是退款率提高呢，你的生意就马上做不下去了。而这类型的公司还有个体用户呢，其实是多得数不胜数。那其次呢，顾客会根据这个平台的品牌形象呢，去决定他们心目中可以接受的价格，而不是根据呢你销售的这个商品的品牌形象来决定这个价格的。那除非你销售的品牌是非常有名，人人都认识的品牌，例如这个 Tefal 啦、Pandora 等等。因为大家呢都知道这类型的品牌大概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所以在叫价方面呢，反而容易根据呢这个品牌的商品原本的价格呢去做的。那这样说好了，Shopee 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商平台，而它有名呢是主打中低价位的这个商品。那这个元素呢，在它网站的版面呢就有反映出来。产品排序的主要一个条件呢，就是根据价格的高低。所以顾客呢一进入 Shopee 呢，他的潜意识就有一个期待呢找出呢同类型商品之中价格最便宜的这个商品。那我们这样说好了，就例如呢，你不会在这个夜市或者是在这个路边摊呢寻找到可能价格非常昂贵的 Hermes 手提袋。那同样的，你也不会呢期待在这个 Hermes 的专门店里面呢会看得到一些价格可能真的比较便宜，还有这个做工比较普通的这个手提袋一样。那顾客呢会以这个店铺的整体形象呢来决定他心目中呢可以接受得到的这个商品的这个价格。那同样的道理，顾客呢会根据这个店铺的品牌形象呢，他在心目中呢已经会有一个期望，这个商品的价格大概会是多少的。这样呢将会影响你的产品叫价的提升空间，同时呢你的盈利空间呢也会大大受到限制。那就算是 Lazada， 它售卖的商品的价格呢可能会比较高一些，但是只要呢你的商品不是独家代理，就很难避免这个价格战。
的确，你的商品会有免费的曝光率，会有免费的流量，但是呢，只要顾客一打这个关键字，马上就会看到很多同类型商品的价格，而不是只看到你的。再加上呢，很多人除了会看价格之外呢，也会看这个销售量以及这个产品的评价。所以呢，很多商家呢都会想尽办法砸重本呢去推高他们的商品的销售量啦，还有呢去刷好评。他们呢会将这个商品的这个单价呢定得非常低，那可能价格5块钱的商品，它只卖1块钱。它目的呢就是为了呢将这个商品的销售量给推高，以及呢增加这个商品的评价数量。结果会怎样呢？结果你可能一张订单呢都很难接得到，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你就会被迫呢选择去和这些商家一起呢来做这个亏本的生意，不然呢你就会完全没有生意可以做。所以慢慢的在这些平台做生意做久了之后呢，我就会发现根本在这些平台呢做这个销售呢只会让我白忙一场，我收到的这个订单量呢和我的工作量根本不成正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呢我选择关闭所有呢在这些电商平台的这个网店，将我的时间呢集中在经营我的自家网店 VY Beauty Store。大家熟悉了这些平台的功能之后呢，就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像 Shopee 和 Lazada 这类型的电商平台呢，他们呢只会促进首次的交易，就是顾客呢在他们的平台呢首次购买产品的这个交易，而不是只限于你的店。那基本上呢，这类型的电商平台呢，它根本没有任何的功能能够帮助你提升这个回购率。一些很简单的这个功能，例如收集这个店邮名单，然后再进行销售，或者是店铺积分等等，这些平台呢都没有这些功能，而且也无法客制化这些功能。那条规比较严厉的平台呢，甚至不允许你呢在这个包裹里面放一些自家网店的宣传资料。那违规者呢将会被扣分啦，或者是被降低权重以及这个商品搜寻的可见度，甚至呢会被罚款。但问题是 New Customer Acquisition Cost 远远大于呢 Returning Customer Cost。那做过电商的朋友都知道呢，要说服呢这个顾客首次交易的成本呢是远远大于呢经营回购客户的成本。无论呢你是做什么行业卖什么商品呢都是一样。所以呢电商的盈利能力的高低呢主要是取决于它的回购客户的数量有多少。那我这样说好了，只要你的店面呢是没有回头客，那你就无法指望呢会有这个财务自由的一天，因为呢你的所有资金呢都放在这个广告的推广上，那你的生意的盈利空间又怎么可能会高呢？那第三点呢，就是在这些电商平台做销售呢，根本不会有数据让你能够拿来去做这个广告的追踪。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吧。那在之前的影片呢，我曾经说过，就是呢在这些电商平台销售呢，是不会给你足够的数据呢去做这个线上广告成效的优化的。例如谁看过你的网店啦，他们逗留了多久，谁将产品放入了购物车但是还没有完成购物，谁是因为站内的这个流量而购买的，谁又是因为广告而购买的，那看了哪一支广告等等的数据呢？不会有平台将这些数据告诉你的，因为这些数据呢是做网购最值钱的数据。只要大家有了这些数据，通通都会自己去开网店，那谁又会继续呢在这些电商平台开店呢？这将会大大影响他们佣金的收入。所以只要你的广告操纵权一天不在你的手上，你就白白将一天的数据送给他们了。第四点就是绝大部分的条例，你的店铺的可见度，这个搜索的权重，还有这个出货时间、佣金计算等等呢，全部都是由平台说了算。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如果呢你来 search 这个平底锅，你会发现呢这个默认排序呢是 relevance 相关性，而这个 relevance 相关性呢也是由平台来决定的。平台呢有绝大部分的决定权呢并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这些平台的条规呢是偏袒这个买家。那例如 Shopee， 如果你违反了它的条规，那你就可能会被罚款，会被降权等等的。那正就是因为它的条规呢是偏袒这个买家，所以这类型的这个电商平台它的退货率呢是非常的高的。那有数据指出呢是高达 10%，
意思就是呢，你每做10单的这个生意呢，就有其中1单呢是需要退货。这里的问题是呢，处理这个退款订单的人手处理成本呢，其实是非常高，并不是呢点击一下这个退款的这个 button 呢就能够完成整个过程。那退款呢，除了要退回款项之外呢，你还要联系快递呢来收回你的商品，而且呢不是联系一次呢就能够成功收回商品，你可能要来来回回电话沟通或者是电邮沟通10几20次才能够成功的将这个商品退回来。那收回之后呢，你还要检查这个商品，然后再重新安排上架。就想想，如果你每天都有100单的这个订单，其中10单呢就是要求这个退款退货的，那你就必须再聘请多一位员工呢，是专门处理这个退款退货的订单。那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我，那 VY Beauty Store 的退款率是多少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 VY Beauty Store 的退款率是长期低于1%。那为什么我们的退款率会那么低呢？那第一个重点就是卖家，就是我的公司呢，我们会尽好我们的责任。那我代理的商品呢，我会再三确认是高质素的，我才会去代理，我才会去代言。而我也会不定期的去抽查这个商品，来看看呢这个品牌公司给我的这个商品呢，是不是一直都有符合这个标准。那除了商品的质量之外呢，我也会选择可靠、信誉良好的物流公司。那在包装这个产品方面呢，也会非常的严密，避免呢产品在运送过程之中呢会出现这个破损。所以呢，我们很少顾客会因为我们的产品的字数有问题，或者是因为这个快递出现问题呢而感到不满。这也是产品单价高的好处，你有更多的空间呢去选择更好的物流公司、更好的包装，来减少顾客收到商品之后呢出现不满的几率。第二个重点就是呢，网店是我自己的，而不是其他平台的。那在条例方面呢，就有更大的这个弹性。物流方面，就算出现了延迟或者是清关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能够提供给顾客解释，然后有自行处理问题的弹性。例如，我们会跟顾客说明原因，然后呢提供这个现金券或者是这个积分，让他下一次购买产品的时候可以使用。那重点就是呢，一定要让顾客满意，而不是被平台强迫一定要退款，然后还要扣分、降权重等等。当然，在这些平台开店呢，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第一，就是开店非常方便，不会死机。虽然呢功能不能够客制化，但是呢它不会像在 WordPress 开网店一样动不动就死机，它的功能呢相对是比较稳定的。那第二，它可以修改还有客制化的地方呢非常的小，那也意味着大家不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呢去做这个设计。虽然呢不利于品牌形象的塑造，但是对于一些呢不是非常精于设计的朋友来说呢，绝对是一个好处。那在横全了自家网店还有在这些电商平台开店之后呢，我还是认为自家网店呢有更强的可持续性还有盈利能力。薄利多销呢可以成为一间网店的收入来源，但绝对无法成为它主要的收入来源。我之前的影片呢有不同电商平台的对比分析影片，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也不是呢完全不建议大家在这些平台开店的，只是不是一开始创业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呢就在这些平台开店那就行了。那我会建议大家呢先有自己的网店，找到一定的客源，打造好这个品牌的形象，令有一定的顾客都认识你，再通过这些平台呢去增加这个销售的渠道，目的就是呢让现有的顾客有更多的方法能够购买得到你的产品。那有了品牌的忠诚度之后呢，顾客对你的商品更有信心，也更容易接受呢你的商品会比其他商家卖的商品呢稍微高的事实。那这样的话呢，你的商品数量呢也容易做得高，那开拓新客源呢在这些平台只是顺便而已。千万不要看到别人的商品卖得比你便宜，你就随波逐流而陷入了这个价格战的漩涡之中。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大家记得帮我分享、订阅还有点赞哦。我们下一次见。